哈，他正舒服着呢，蓝忘机突然停下，叫他去逛祭典，是这个时候该说的话吗？他起来想问蓝忘机有什么毛病，却看到他腿间隆起的帐篷，突然明白了刚才顶着他下面的东西是什么。要说轻了，摸了这么久，一点反应都没有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他也觉得下面隐忍难耐，但是当事情摆在眼前，他又有点怂了。如果蓝忘机真的想要，自己也不是不可以。心里做了几番斗争之后，他一咬牙又贴了过去。蓝忘机一把抓着他的手，止住了他。魏婴，现下不是时候。这一声一下就把魏无羡叫醒了，意识到这还在外面呢，自己刚才想干什么？那我们去看祭典。蓝忘机拉着他的手，低下头在他手心轻轻吻了一下，道：魏无羡只觉得脑袋热血上涌，太太太能聊了这个男人。祭典果然热闹，他们出来晚了，烟火大会已经结束，但10里长街沿途两侧长灯笼随风摇曳，衬得灯火通明，一眼望去四天上繁星一片。沿街的各种商贩叫卖之声络绎不绝，吃的用的都各种丰富。魏无羡就喜欢这种热闹，吃，买，好不高兴。他在前面走，蓝忘机不快不慢的始终保持一点距离跟着他。他买到好吃的就跑回来喂蓝忘机一点，看到好玩的就叫蓝忘机看。人群中穿来穿去，兴奋如孩童，感染的蓝忘机心里都暗暗有点小高兴。魏无羡咬着刚买的米糕，看他在出神，问他：蓝湛，你怎地了？发什么呆？无事。蓝忘机摇摇头，接过他买的一堆东西，装进乾坤袋。他并没有在发呆，只是看在人群中穿梭来去自如的魏无羡出神了而已。不过人是真的多，听说前面演出已经结束了，所以人全往这边挤了。说罢又涌过来一群人，蓝忘机看他要被挤得不行，伸手揽住他，把他拉到自己身边。这举动甚是亲密，让魏无羡想起当初蓝景仪教他们的动作。当时魏无羡不信，没想到蓝湛真的会做这种事啊。抬眼便看到蓝忘机清浅的眸子正望着他，好看极了，像是能把他的魂勾了去。他觉得自己的小心脏又开始疯狂乱跳了，喃出声：蓝湛啊！还没说完就被挤过来的人群撞了一下。他不由得在心里暗骂自己，来什么破祭典，虽然和蓝湛一起逛也很开心了，可难得一点好气氛全让人群挤没了。再看蓝忘机，也是对越来越多的人群微微蹙眉。魏无羡对他道：蓝湛，快亥时了，要不我们回去吧。不逛了。其实他们住得近，再玩一会也没事，只要魏无羡高兴。不逛了，挤得我不舒服。他倒无所谓，可他看不得蓝忘机被人挤来挤去，他都还没摸几下呢，在这给这些人挤，算个什么事？你还怕挤吗？怕死了。说的好似刚才在人群中穿梭自如的不是自己一样。然后看到前不远处有个摊位，挤了好多的人。魏无羡道：我最后去那家排一下，买完我们就回去了好不？祭典前就听说那家据说是100年老店，卖酥饼的。起先魏无羡觉得不就是酥饼而已，有那么夸张吗？现在看到这人群排得那么长，让他不免来了兴趣。据说祭典后才是真正的狂欢，果然不假。山上的庙会结束，前方戏台结束，人群全往这摆着摊位的长街来了。他若是去排队了，让蓝忘机站在这被挤，他可心疼。然后他突然想到，人都来这了，那些小街小巷肯定就没人了。左右望望，果然看到前方小道黑漆漆，连个鬼影都没有。他便道：蓝湛，我去买酥饼，你到前面小巷等我好不？我们从那绕回客栈，这人太多了，我不想挤回去。蓝忘机嗯了一声，又道：你自己小心。魏无羡笑道：在这丢不了，去吧。蓝忘机将钱袋交给他，才踱步去了。其实蓝忘机并不喜欢太多人、太热闹的地方，许是性格原因，人群熙熙攘攘，在身边拥挤穿梭，可每次只有自己带着孤寂，融不进去。不过没关系，他内心自有一方小天地。可魏无羡收衣摆，拨开层层叠叠的人群，不由分说闯了进来，就像现在这样。那人弯着亮黑的眸子向他跑来，唤他：蓝湛，蓝湛。从此满心满眼看不到其他。老旧的青石板路蜿蜒而上，月光如链照的晶亮，巷子尽头全是蓝忘机清浅眸子中温柔的光。魏无羡不自觉地加快脚步，石板路被他踩得踢嗒踢嗒出声，然后投入一个温暖的怀抱。蓝忘机揽着他：时辰尚早，无需太急。魏无羡却笑眯眯地拿出块酥饼，
递到他唇边，我好容易排到的，韩光君尝尝。他耐着性子排了好久，自己却不舍得先吃，就想着先让蓝忘机给尝尝。蓝忘机搂着他道：你先尝。你先。然后魏无羡不由分说就往他嘴里塞，蓝忘机没他办法，用嘴咬住，正想放开搂着魏无羡的手，魏无羡却抓着他的手不让他动。就见魏无羡贴上来，张嘴咬了一口他叼着的那块饼，然后舔了舔唇，道：好吃。蓝忘机只觉得自己沉浸的面颊微微发烫，然后就着魏无羡的手吃了一小口。魏无羡一脸期待地问他：怎么样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魏无羡满意的笑，喂了蓝忘机几口，就拿过去自己2-3下吞了，这都是很亲密的动作。魏无羡看蓝忘机又羞得红了耳垂，觉得他可爱的不行，哈哈大笑起来。蓝忘机也不恼他了，将他手里的纸袋接过，放入乾坤袋，随后唤了他一声：魏婴。听得出蓝忘机声音慎重了几分。魏无羡收回心神看着他，就见蓝忘机在他眼前摘下了抹额，然后无比慎重地交到他的手中，道：云英的回礼。啊，可你们家抹额不是很重要吗？魏无羡倒是非常意外了，以前碰都碰不得，他还以为蓝家抹额有规定不让碰呢。蓝忘机点了点头：很重要，所以给你。哦，那谢谢了。他将抹额折叠整齐，拉起衣襟收在了怀里，对蓝忘机一笑：等回去我再弄个盒子锁起来，韩光君放心，我一定收得好好的。魏无羡还没在睡觉之外见过蓝忘机摘下抹额呢，就看着这人好像少了一份拘谨，借着如水的月华，浅色眼眸极其认真的慎重地望着他，简直是直击魏无羡的心灵，撞了个一击毙命。他又控制不住地靠过去，捧着蓝忘机的脸，仰起头对他的唇角亲了一下，许是还沾有酥饼的味道。魏无羡觉得蓝忘机的唇可真香，复又一点点细密的吻接连落下。此时外边长街正热闹，这漆黑的小巷里四下无人，正适合他干些坏事。亲着亲着，下腹又窜上一团火来，他便讨好般的呢喃，想讨要更深更缠绵的吻。蓝湛，他声音不自觉的沙哑，带着点性感的味道。蓝忘机却是拉下他的手，唤他魏婴。顿了下，再道：我们太快了。快啥？他这句可把魏无羡都惊呆了。我们刚刚不是还……他们刚才在回廊都亲成那样了，干柴都点上烈火了，这人现在来句太快了。刚才是定情，不算。然后就看蓝忘机一脸严肃道：我们得按步骤来。啥步骤？这种事还有步骤？蓝湛不是看书看傻了吧？又一想，搞不好真是。眼前这个蓝忘机才15岁，一切循规蹈矩，除了家规就是看书，肯定所有的知识都从书上来的。那他的步骤是什么？蓝忘机看的肯定不会是魏无羡看的那种乱七八糟的坊间话本，肯定是那种文绉绉的才子佳人凄美爱情。那完蛋了，那种书别说亲嘴了，摸个小手都是逾矩。蓝湛，你不会要从写信开始吧？看蓝忘机几乎要颔首同意，魏无羡马上制止他，道：我们都住一起了，难道还写信交流吗？这肯定不行。我们情况不是那啥，有点特殊嘛，前面几步可以直接跳过。他努力说服蓝忘机，他本想回客栈再勾引蓝忘机酱酿呢，这要按蓝忘机的思路，自己得等到哪一年？蓝忘机沉默了好一阵子，似在极认真的思考，良久才见蓝忘机牵起他一只手，道：那我们就从牵手开始。眼神坚决，语气无比慎重。哈！没等魏无羡反应过来，蓝忘机在他的手背上轻轻地落下一吻，然后改为十指交握，牢牢地牵住了。魏无羡看他这认真的模样，都不忍心出言打击他。罢了，蓝湛还小。行，依你，一切依韩光君的。然后又笑笑问他：那我们回去？蓝忘机满意的点了点头，手下更紧了紧，牵着他往客栈走。魏无羡突然觉得这样好像也还不错。只见月华之下，水光潺潺，对影成双，也是怀着想多牵一会的心思，走得极慢，心里却都甜甜的。两人一路牵着回了客栈，蓝忘机还想着要去折磨那床呢，可进了房却没机会了。屋内正中央，一只蓝色的荧光蝴蝶扑哧着翅膀等着他们，是蓝曦臣的传信符。蓝忘机走过去碰了一下那蝴蝶的翅膀，那蝴蝶化成一道光，
围绕着空中转了几圈，再化成一封信。蓝忘机伸手接过，他看完信，对魏无羡道：“兄长说四追受伤，让我们这边解决了，就即刻前往巴陵。”魏无羡听罢，心里一沉，若无大事，蓝曦臣绝不会急着通知他们，此事可能不妙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